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这两天是频繁跟大家见面啊，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红魔刚刚发布的红魔7和7 Pro 啊这两台机器。提到红魔这两个字呢，对于我们内部的印象就是激进啊，对于游戏非常疯狂。作为游戏手机来说，就得这么干啊。但是这次又有一个骁龙8给上了啊，所以它的表现啊，再加上了新一代的风扇之后，我们还是挺期待的啊。具体怎么样？不关键点小白测评，本期我们来聊聊。7 Pro 这个包装盒呢是银色的，然后7的这个是黑色的，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个充电宝啊。充电器方面呢是这次它的第一个宣传点啊，165瓦。刚刚看到数字的时候我都惊了啊，但是定睛一看啊，它是165瓦的充电器啊，但是手机呢是135瓦的充电，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最高的啊。后面我们会展开一下啊，这充电器的体积呢也确实不小，然后还是双 C 口的数据线，红魔7就是120瓦的了。这次在大的 ID 框架上呢，跟上一代呢还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改变啊。我们说这两台呢还是刀锋透明版啊，但是确实非常漂亮啊，这个男生的浪漫。而且这个7 Pro 呢，这次它的背透的面积啊做的是明显更大了，四周这些特别边角的这个螺丝呢都给你做成了这种金色的啊，这里边的设计感觉比外边的设计还要花钱。然后我还发现这个按键的这个部分都有背透的效果啊，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 Pro 版呢，它后背还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金属片，这个起到散热的这个作用。这在工艺方面呢是值得点赞的，感觉啊，从去年开始啊，这个国产机的工艺和精细程度是上了一个档次，边缘的这个部分都严丝合缝，尤其是金属跟玻璃啊接口的这些地方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再加上这个透明版啊，你感觉就是不用了啊，比如很多年之后你把它放在那儿，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摆件。镜头模组的部分呢跟 Pro 7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个人感觉这个竖置的还更好看一些啊，这个 Pro 版感觉有点像麻将块，你猛的一看好像是里边有一个不锈钢的金属，但其实不是，它就是做了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效果，它是一整块的一个弧面的玻璃，而这个 Pro 就是真金属了。它两侧虽然做了收边的处理，但是它为了背透的效果，还有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这台机是9.98毫米的厚度啊，1厘米吧，拿在手里还是比较厚重的。这 Pro 版的重量呢也是达到了235克。红魔手机的招牌啊，就是它内置的这个小风扇。Pro 版的这个是体积要更小一些啊，小了9.2%啊，但是它风量呢是大了33%。实际性能环节我们一会儿再看，我先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我现在把风扇开到了最大档，麦克风在衣领的位置，这是一个正常打游戏的一个距离。游戏手机嘛，扬声器其实也挺重要的，它是对称式的上下双扬声器啊。不过呢，它是一个在右边，就是底部的这个，然后顶部这个在左边，所以你要横过来握持的话，你这个左手呢是比较容易把顶部的扬声器给挡住的。它是顶部的2颗虚拟肩键啊，52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这个虚拟肩键呢 ，Pro 版呢是做了一个下凹的处理，更加方便你识别位置，而这个红魔7呢就是做平的啊。但是还有个小细节啊，就是这个红魔7这个风扇呢，它左右这个风道是打开的啊，但是 Pro 的这个它只有这边一个口啊，这边是并没有把风道打开。正面屏幕上呢 ，Pro 版的这个看参数啊，120赫兹1080p 的啊，6.8英寸。由于呢它采用了屏下，所以这个完整程度是非常好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内部小伙伴测试游戏啊，都感觉是很爽，反馈呢都还不错，就不太影响。这个屏下呢跟其他品牌呢还不太一样，就是它在关屏的时候，相对来说是要明显一些，你会感觉这里有一个黑色的阴影啊，尤其在侧边的时候，你甚至能够看到镜头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你打开这个手机，它就隐藏了，不管是在什么颜色下，包括这个浅色界面啊，它表现都是不错的。你得特别定睛的去看，你才能隐隐的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块啊。但是这里的这个分辨率呢，确实是有降低的，在这个默认的壁纸上推进给大家看一个特写啊，就是在边缘的部分你就能够感觉到一些锯齿，而且啊7和7 Pro 啊都有 DC 调光啊，这个要特别讲一下。红魔7呢也是1080p 啊，不过它不是屏下啊，造型跟上一代的更加相似了，也是额头和下巴。这个手机呢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把极为先进这4个字打在公屏上，它们两个都在顶部保留了
3.5的耳机孔。加上这个耳机孔之后，我就有点理解它为什么把顶部扬声器放在下边了，因为如果这耳机在下面的话，你这个手指会更加难受一些，所以这两个它必须做一个平衡。游戏手机啊，毕竟上了骁龙8了嘛，所以说今年所有厂商的一件大事儿就是研究散热，内卷散热技术啊。这次它的 VC 均热板呢是红魔6的啊，接近3倍，而且还加入了一个红心1号独立游戏芯片啊，这个功能给大家打出来啊。这里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游戏之光，我刚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一个全套的 AI 优化呀，是吧？但是这个它真实光就是整个手机的 RGB 灯光效果，里边有这个什么渐渐加强啊，还有这个震感加强啊，双 X 轴的震动马达这个 Pro 版啊，具体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Geekbench5单核1264，多核3744。CPU 跑分方面要领先于 K50电竞版，但 GPU 测试 3DMark 10177分。实测方面，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06秒。游戏手机自然要一切以游戏为生，所以我们就直接先来看高负载原神。实测下，红魔7 Pro 平均帧率59.8帧，波动只有3.5帧，确实不错，而且分辨率换算下来也没玩什么猫腻，和 iPhone 13系列持平，可以说是目前表现最好的手机之一，值得点赞。当然，你不锁帧不降分辨率，自然功耗也低不了啊！整机平均功耗达到了9.9瓦，相比于其他骁龙8手机高了不少。温度也一样，游戏15分钟就突破了50度，最高来到了53度。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确实能带来不少温暖。不过相比差不多发热水平的骁龙8机型，这个帧率也确实更高一些。中负载和平均90帧，红魔7 Pro 几乎零波动，全程跑满运行，游戏体验不错，但依旧是功耗不低啊，7.1瓦，已经达到了其他手机打原神的功耗了。低负载的王者荣耀也达到了3.8瓦。不要着急，还有一个大魔王光明山脉，半小时游戏表现上，红魔7 Pro 56.8的平均帧率和14.4的波动表现依旧是相当不错，总体帧率都在50以上，可以说是小白测评数据库目前为止测试过所有机型中表现最好的一台了。当然，功耗也是最高的啊，整机平均功耗达到了10.9瓦啊，温度也来到了烫手级的57.9摄氏度，大家可以把铁手2个字送给我们实测数据库的小伙伴们。提醒注意，该数据为性能模式下的测试结果啊，红魔7 Pro 的觉醒模式下，游戏调度策略确实较为激进啊，以帧率稳定为主，功耗也较高。如果你是非重度玩家，建议可以选择均衡模式或者节能模式。总体而言，目前版本下的红魔7 Pro 性能发挥足够激进，很有攻击性，但受限于骁龙8的功耗和发热确实高了一些，还有调整空间啊。但也就像是电池和重量的悖论一样，目前的帧率和功耗你只能2选1，当然也可能是受限于工程版啊，在正式版发布的时候，在现有的帧率表现下，发热和功耗表现应该会更好更低一些啊，到时候我们再实测看看啊。我们也其实能够从这版系统里边看到红魔的选择。作为游戏手机，红魔自然选择了性能爆发，这种做法我们之前就表示过是认同的啊。你热一点还能加个背夹，但是帧率如果上不来，那你还买个啥专业游戏手机是吧？这么激进的策略，目前的版本续航自然也不太理想。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下，红魔7 Pro 用掉了近一半的电量，剩余51%。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没有坚持完啊，一共跑了4小时25分钟。作为一台5000毫安时电池的手机，这个成绩多少是有些不合理的。后续如果推出版本，我们再实测跟大家分享啊。续航反正是这样了，不过鲁迅说过，续航不够快充凑。红魔7 Pro 这次给你凑到了135瓦的魔闪快充啊，5分钟就充到了近一半的电量，5000毫安时电池充满也就用了15分钟，完全充满也只用了21分钟啊，是目前5000毫安时电池里充电最快的手机，大家可以把快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哦对了啊，这个红心1号怎么样啊？确实不太好聊，因为它所带来的不是那种可以明显感知到差异的功能啊，比如说渐渐加强、震感加强，在体验之中渐渐的表现确实稳定，也没遇到什么问题。震感加强在开箱的时候感觉也不错，反馈迅速，就是震感感觉没那么强啊，并且主观觉得这场景太多了一些，比如和平精英的主界面下也会震动，有人在身边跑过的时候也有震动啊，人都出现在视野里了，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稍微克制一下。当然每个人的游戏习惯不同，大家各取所需红魔机啊，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形象的啊。这次功能性上也有加强，比如在游戏助手的游戏插件里，你可以打开魔机播报、魔机应援，魔机会根据情况语音提示一些游戏信息，比如吃鸡里还剩多少敌人啊，还没有进入安全区等等，甚至它还能调戏你，厉不厉害？比如正在捡垃圾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下。血量过低，小菜一碟。什么叫二次元？
这就叫二次元。除了游戏内，你还可以在开机、桌面、充电和闹钟等等地方都见到它。红魔之间的强项投屏这次也得到了升级加强，不光支持120帧投屏，配合息屏投屏和虚拟手柄，在家你可以利用电视大屏打游戏，并且在息屏的时候比直接投屏更加流畅一些。虽然依旧会有延迟，对，还是有延迟的啊，但在我们体验之中确实感觉没那么明显。如果你不是要求非常高，主观觉得是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自己也确实不是非常极致的游戏玩家。影像部分，首先是 ID 设计上，这个机器做的厚有个好处就是镜头不凸起啊，你看这台 Pro。感觉半个毫米都没有，这红魔7基本差不多啊，6400万的主摄，我们一起来看。影像方面，作为游戏手机啊，确实不是重点了，毕竟大家扫码比拍照多。直接说结论啊，4个字，确实一般。在比较难处理的阴天和室内场景下啊，色彩表现还是非常还原的啊，主观觉得还原成这样了，还不如直接默认套个滤镜得了。但主摄和超广的解析力和暗处细节的保留上，确实就不太行了。夜景方面，因为光线降低，画面也出现了涂抹感，纯净度表现也一般，有比较明显的噪点，高光压制这种花活咱也就不再为难它了。总体而言，影像表现预料之中的一般，和上一代 6S Pro 表现非常接近，只能说是够用吧。OK， 简单总结，其实今年呢，对于整个游戏手机这个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是吧，众所周知，骁龙8的这个发热情况，大的 ID 框架照上一代呢确实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是红魔呢也算是找到了自己品牌设计的一个家族属性吧，就是延续过来了啊，都是这样的啊，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啊，那个是红魔游戏手机。当然对于游戏手机来说呢，还是非常区分用户的，你就得是非常重游戏啊，非常强的游戏党啊，才会去选择游戏手机。在游戏方面，我觉得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品类，那你做的更加极致一些，这个是完全没毛病的。你又想照顾日常使用，你又想照顾这个游戏用户，很多时候会容易搞得四不像，比较区分用户。但还是那句话，勿创造需求，要按需购入。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后续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所有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